这就是神藏下篇最深处的样子吗？真是大开眼界了。苏幼薇都一脸感叹震惊。对啊，看来我们的格局还是太小了，没想到还有这样形态的超恒星的存在现实中。五爻也附和道。最后，夭夭的美眸转了转，重重地吐了一口气，缓缓地道：虽然我们都见到过神藏上篇的深处样貌，那是一道巨大的绚丽虫洞，但比起这绚丽没有边缘的超恒星，简直都是天壤之别。而且这超恒星中似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神藏之谜，也不知道周元现在是否已经进入这超恒星之中，去完成那3件事情没有。说起周元的时候，夭夭、五爻、苏幼薇3大人妻脸上却是浮现出对自己丈夫的担忧。虽然说元尊的实力非常强大，在整个诸神万界之中都已经登顶万界之巅的存在，可是这一次进入神藏之中的强敌也很多。关是来自神界域7大神族之中的那些神族长，实力个个可都是造化之境的神境领域，而且还有一直在暗处存在的神秘大能者，这些大能者的实力可都是不容小觑，担心周元也是正常不过了。但是她们3女的内心却十分的相信自己丈夫的强大，并不是用寻常的角度去思考。元尊说起来也是一位无上传承者，实力天赋都是极其之强大，从这一点她们的内心中就非常相信自己丈夫的实力。神界大传奇可不是吹嘘出来的，而且元尊的一直都没展现出真正的实力，就算是他们3位爱妻都不清楚元尊的真正实力究竟达到何等层次的高度。几位主母前辈，这么说元尊前辈也已经来到这超恒星之中了吗？萧炎暮沉的目光突然出现了一道有力的金芒，如果真的元尊已经进入到了超恒星中，到时候一起联手对抗那些造化主神也并非不可能，所以他们现在倒是有些兴奋与激动，丝毫不惧对超恒星中存在的危险。按照之前的计划，周元应该已经80%进入超恒星中了，而且之前让盘龙装作元尊的样貌，就是想骗过灭神府那些人。然而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居然提前被灭神府府主发现了盘龙的真正身份。一想到这个问题，夭夭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在如此缜密的计划下，居然还是被对方发现了破绽。以元尊前辈的实力，根本不需要躲开灭神副府主和那些圣魔尊，还是说元尊前辈真正要躲开的是灭神府的那位神秘府主？没错，周元要做完那3件事情，必须要躲开灭神府的那位神秘府主，因为能够让元尊忌惮的也就只有那位神秘的灭神府主了。那之前灭神副府主提前发现了元尊前辈是盘龙前辈假扮的，那是不是就代表着灭神府主也早就有了准备手段来对付元尊前辈，或是阻止元尊前辈完成那3件事情呢？从刚刚在夭夭口中得知分析，元尊前辈应该也早已经被神秘的灭神府主盯上，或许已经在等候元尊前辈的到来。如果真的如萧炎所猜测的一样，那么对方究竟是怎么发现带来神渊宫众人进入神藏的元尊是假的？他们难道也有未卜先知的奇能？但仔细一想，这又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灭神府所修炼的皆是暗黑属性的力量，关于这种未卜先知未来的奇能，应该不会拥有才对。既然没这个奇能，那他们怎么又会提前知道元尊是盘龙所扮的呢？在想了片刻之后，依旧没有正确有思路的头绪，便不打算继续想下去了。等进入到了这超恒星，遇到元尊的时候，或许一切的谜底将会一一揭开了。众人也非常期待这一刻的到来，然后目光凝视着远处的超恒星，身上的气势凝聚，目光凌厉不可阻挡。你们跟着我。运势盘龙化为巨大的本体，5只巨大的龙头咆哮而起，而萧炎、沐尘、夭夭等数人纷纷催动自身的强大神力，跟着盘龙朝着那没有边缘的超恒星进发。当众人跟随着盘龙巨大的本体逐渐接近超恒星的表面领域时，那刺目的辐射光如若实质般的渗透进他们的身体。仅仅就在一瞬间，众人感到自己的神魂仿佛被无形的巨手扭曲，意识陷入了混沌。什么？体内的神魂要消失了？众人的神魂在扭曲中挣扎，感受到了死亡的临近。等众人反应过来时，他们的神魂只差3秒就会被彻底的被无形巨手彻底扭曲消散殆尽。然而就在众人的神魂即将消散的刹那，一股磅礴而强大的运势之气如同救命稻草般笼罩了他们的身躯。这股运势之气宁静而深邃，它周旋于众人的经脉之中，稳固了他们即将崩溃的神魂，让那濒临消散的一缕缕意识重新凝聚，恢复了正常。随着运势之气的庇护，众人渐渐从扭曲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们的眼神再度变得清明，力量在体内重新沸腾了起来，刚刚的危险也脱离自身。大家没事吧？这超恒星的周围附近存在着一道恐怖的辐射光，我现在用运势之气将你们掩护，
不然你们的神魂会被这超恒星所散发出来的辐射光瞬间所灭杀。因为我原本是一道造化神器之躯，即便目前不完整，但也不受这里的辐射光影响。运势盘龙解释了起来，似乎他很清楚神藏中的一些能量。不过也不奇怪，毕竟当年运势盘龙一直存在于神藏中，只是被元尊发现给带了出来，所以神藏中的各大信息多多少少会知晓一些。辐射光仅只是那一瞬间，就将我们的神魂差点灭杀。这真正的神藏1151苏佑威等人的心中感到无比的惊骇，即便是大道神魂在这超恒星的辐射光面前，不过是过往云烟的尘埃，神藏的力量简直可怕到无法想象。难怪在这个地方会存在着诸多的大道机缘、各大神器、绝世神器以及造化机缘。见到大家有惊无险，运势盘龙再次回眸，目光坚定，他的眼中反射出超恒星的辐射光辉，那不是死亡之光，而是众人进入超恒星的希望曙光。在盘龙的带领下，众人继续向着超恒星的表面前进，他们的身影在这浩瀚神藏的深处划过，留下了一道道绚丽的光轨，见证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旅程。在众人进入那所谓的辐射层中，目光一瞥，便是见到他们的周身有着被运势之气阻挡而下变得扭曲的辐射光。这辐射层之中没有任何的物质存在，因为那辐射的灭杀能量它过于强大恐怖，即便有物质存在，也早已经被辐射灭杀殆尽。很快，运势盘龙便是以最快的速度带着众人穿越过了厚厚的辐射层。此时他们所在的空间中看到了一个无限大的光球，散发着无比强烈的浩瀚光芒，让人无法直视。而在无限大的光球周围是一片无尽的黑暗，仿佛能吞噬一切。众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压迫感，仿佛整个神藏都在注视着他们。轰隆隆，突然一声巨响传来，无限大的光球破裂开来，一股强大的浩瀚能量涌出，将众人包围在其中。他们感到自己的身体在不断地被这股能量撕扯，仿佛要被分解成最原始的粒子。由于过于疼痛，众人开始催动神力抵抗。然而在这股强大的浩瀚能量中，他们的神力显得异常的渺小。大家不要运转神力，只要忍受住这种疼痛，就会顺利抵达超恒星之中。运势盘龙对着大家喊道。听到了运势盘龙的话，众人便不再催动神力，任由那股浩瀚的能量撕扯着他们的身体。然而就在这时，在那股原本霸道而狂暴的浩瀚能量之中，突然涌现出了一股截然不同的力量。这股力量玄奥而神秘，如同深不见底的幽渊，与那肆虐的浩瀚能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紧接着，这股能量爆发出剧烈的吼声，宛如天神的怒音，直接朝着众人冲击而去。啊！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天神怒音冲击身体之后，只感觉自己的意识都变得模糊，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1151苏佑威、小龙与韩吞吞的脸色瞬间苍白无比，即便有着运势之气包裹，似乎那股天神怒音直接穿透了过去，使得他们的意识受到严重的冲击。就连萧炎和沐尘的神识海都剧烈的颤抖起来，他们的身形也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意识激荡模糊。运势盘龙的神识海中只感觉被一股神秘的海浪拍打，使他的意识也被这股天神的怒音冲击下变得摇摆不定，仿佛一艘船在暴风骤雨中挣扎求存。第一次，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要被这股神秘力量所吞没，头昏眼花之下，连时间的流逝都变得模糊不清。他试图抗拒，却发现自己的意志力像是薄雾，在那神秘的力量面前轻易地被撕裂消散。这股力量是什么？运势之气根本无法阻止。运势盘龙努力地让自己意识清醒起来，但紧接着那股天神般的怒音再次爆发，像是一记重锤击打在他那已经摇摆不定的意识中。瞬间，他感到自己的意识更加的微弱，像是即将熄灭的烛火，在黑暗中挣扎着发出最后的光芒。不好，我的意识！大家，四周的一切都变得扭曲而模糊，就连他熟悉的环境也开始变幻莫测。盘龙前辈见到连造化神器化身的盘龙也无法抵御这股神秘的天神怒音，现场只剩下萧炎和沐尘还在勉强保持着清晰，但他们也认为自己坚持不了多久，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萧炎挤出几个字，准备想方法解决眼前的困境时，那道天神怒音再一次的从浩瀚能量之中爆发，冲击在他们的身躯上。然而这一次，他们的意识终究抵御不住第三次天神怒音的冲击，他们的意识逐渐的模糊，眼皮也缓缓的合上。萧炎兄，沐尘伸出手对着昏迷过去的萧炎叫唤了一声，而他的意识有也随之消散。